我的婚礼上，老公的初恋高调唱情歌，他居然感动到抽搐，我直接甩脸子。既然你们郎有情妾有意，这婚我不结也罢。亲情长相守，真情在人间。大家好，我是秋兰，欢迎观看《真情人间》。我和唐晋的婚礼正在进行中，司仪说道：“在场的亲朋好友可以上台为一对新人送祝福。”按照原定流程，现在是我的闺蜜露露上台说些感动的话。谁知一个穿着黑色连衣裙的女孩先站了起来。我想唱一首歌送给我最重要的人，也不等大家回答，女孩就自顾自唱起来，又回到最初的起点。记忆中你青涩的脸，我们终于来到了这一天。唱到最后几乎都是带着哭腔。唱完，女孩直接趴在桌上，双肩颤抖。我疑惑地看向唐晋，他紧紧盯着那个女孩，嘴唇微微发颤，一脸阴沉。好在司仪比较有经验，率先开口，打破了空气中的尴尬。感谢新郎新娘的朋友演唱的那些年，这首歌是对新人最真挚的祝福。你们在漫漫爱情长跑中终于来到这一天，从此两颗孤单的灵魂有了依靠，有你的地方就是家。虽然这个插曲让我心里不太高兴，但也满眼笑着让婚礼顺利进行下去。到了敬酒环节，女孩喝得醉醺醺地走过来，一手拿着酒瓶，一手拿着酒杯。姐姐，祝你和晋哥新婚快乐，这一杯我干了。姐姐，你嫁给了世界上最好的人，这一杯我干了。姐姐，你是世界上最幸运的人，这一杯该你喝了。说着就拿着酒杯朝我喂过来，我忍住怒气，伸手挡住酒杯。不好意思，我怀孕了，不能喝酒。女孩喃喃道：“怀孕了，真好，要生女孩呀。晋哥最喜欢小棉袄了。”唐晋抢过酒瓶，朝女孩冷冷开口：“够了，你喝多了，阿成带你回酒店休息。”身旁唐晋的高中死党立马扶着女孩：“弟妹不好意思，我同学喝多了，我先送他去休息了。”看着他们离开的背影，我突然感觉有些头晕乏力，脚险些有点站不稳。露露稳稳地挽着我的手，阿晋温柔地开口：“老婆，让露露先扶你回房间休息一下吧，这里有我在。今天你辛苦了。”碍于身边人太多，我忍住没有问她关于这个女孩的事。回到房间，倒在沙发上休息。露露开始疯狂吐槽：“小雪，今天唱歌的那个女孩你认识吗？一看就不安好心，在人家的婚礼上唱情歌，灌新娘酒，还有说的那些话，一看就有病。她不会是唐晋前女友之类的吧？你还是小心点吧。我也不认识，阿晋是有个初恋，已经分了好多年了。”说着，我揉了揉太阳穴。露露见状安慰我道：“你也别太担心，就算是初恋也没事，都是过去式了。你和唐晋经历了那么多才在一起，你是世界上对他最好的姑娘，他肯定不会眼瞎对不起你的。”我点点头，想着转一下注意力，就让露露帮忙把门口的快递拿过来。昨天晚上快递员送上门的时候，我太忙了，没来得及打开。最近都没网购，不知道是谁送来的结婚礼物。他把快递放到我面前，拆开外包装后，里面是一个精美的礼盒。刚打开礼盒，露露一声尖叫，盒子就啪地掉在了地上。我被吓了一跳，应声望过去，盒子里的画面直冲脑门，我也啊地尖叫起来。盒子里散落着几张照片，照片都是同一个女生，有鼻青脸肿面部特写，有淤青的照片，有腕上割伤的照片，还有一张卡片上写着：“阿晋，救救我！”我的大脑一片轰鸣，一下子倒在沙发上，小腹传来阵阵疼痛。
我手捂住腹部，面部露出痛苦的表情。露露见状，立马靠过来，握住我的手。小雪，小雪，你怎么了？千万别动到胎气啊！我马上给唐静打电话，你不要着急。露露接连打了几个电话，唐静都没有接，她破口大骂：这个仙人跑哪儿去了？怎么一直不接电话？你给阿成打电话吧！我疼得几乎发不出声音，用力说完，拿出手机，哆嗦着拨通了阿成的电话，按开了免提递给露露，没响几声，对面就接通了。喂，弟妹，有什么事吗？喂，我是小雪闺蜜，唐静在哪？快让她接电话啊！阿静她有事，我等会儿我叫她回给你，你马上让她接电话。小雪受到了惊吓，动了胎气，现在情况不好，怎么回事？我马上跟她说。弟妹，你别着急呀。对话那头传来隐约的敲门声。阿进，阿进，弟妹找你。短暂的停顿后，对面传来人声，听得出声音刻意压得很低，语调有些急促，语气却尽量显得温柔。喂，老婆，怎么了？我突然控制不住，用尽全力吼道：你现在在哪儿？你去找你初恋了，对不对？唐进，你就这么迫不及待？我还没死呢，结婚第一天你就在我头上种草，10分钟立刻滚到我面前，不然这婚我不结了。挂了电话，我突然感觉喘不过气，眼泪已经止不住大颗大颗往外落。他果然去找那个女孩了。露露轻抚着我的背，让我不要气着自己。我盯着手机，10分钟很快就到了，他没有赶回来，手机却收到一条陌生人短信：顾小雪，我知道这样做对不起你，但是阿进心里放不下我，只要我需要，即使是在婚礼现场，他还是会来陪我。你把阿进还给我吧，我没有他会死的。我颤抖着手打出你真不要脸，按下发送键，扔下手机。我发疯似的把头纱扯下。露露捡起手机，看见我的对话界面，气得冒烟，直接拨通对方电话，准备开骂。接连打了几个电话，都被对方直接挂掉。他怒气冲天，边骂边打。这一刻，我的心被撕得稀碎。和他在一起6年，每天我都在努力规划我们的未来。曾经的海誓山盟还历历在目，看似坚固的爱情泡沫却一戳就破。我发气地把桌上的婚礼摆件全部扔在地上，还不解气。我站在凳子上，一把薅下墙上的婚纱照，高高举起，狠狠朝地上砸去。许是用力过猛，我突然小腹发紧，呈放射状散发出阵阵刺痛，紧接着感觉有些液体顺着大腿根往下滑落。露露看我不对劲，赶紧把我扶着坐下来，低头就看到丝丝血迹。露露惊慌大叫：啊，你怎么流血了？我痛哭仰面：宝宝可能保不住了，走，我们赶紧去医院。露露开车，在路上猛踩油门，在遇到红灯时来不及刹车，直接撞上了前面玛莎拉蒂的车尾。从玛莎拉蒂上下来了一个穿着白色休闲装的年轻男子，个子很高，脸型棱角分明，五官清秀俊朗，长得很好看。露露赶忙下车向车主道歉，不知露露跟他说了什么。男子转过头望向我，朝我微微点头，随即驱车向前驶去。露露上车对我说道：还好遇到好人了。我跟他说了情况紧急，正好他也要去这家医院，还好心提出要在前面开车为我们开道，追尾的事等过后再协商。我点点头，心里只想着能快点能到医院。肚子痛得我浑身止不住哆嗦，我瘫倒在副驾驶上，脸上的汗水不停地往下流淌。刚到医院大门，
就看到那个男生和几个护士一起推着救护床向我跑过来，几个人一起把我抬上病床。我向那个男生说了声谢谢，就被护士推着向手术室跑去。躺在冰冷的手术室，医生检查了一下，对我说：“胎囊落出，已胎停，需要手术。”我含泪回答说：“好。”经过一系列准备，医生开始实施手术。没有麻药，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我已经疼得神经麻木，被推出手术室，一眼就看到唐进，他眼睛猩红，握住我的手说：“老婆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”我突然扭头对医生说：“我想看一眼宝宝。”医生犹豫了一下，唐进劝道：“老婆别看了，我担心你受不了。”我坚持要看。护士捧着一块绿色的布包裹着的东西，在我眼前摊开，小小的生命就这样没了。我直接泪奔，我是多么期待他的到来，提前准备好的宝宝用品，提前联系的月嫂都用不上了，只能在心里默默告别。宝宝，妈妈对不起你，希望下辈子你可以去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。唐静哭到跪在地上，嘴里念着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我不想看唐静，露露推着我往病房方向去。楼梯处看到那个男生意味不明地看着我们，我停下看向他，我叫顾小雪，今天谢谢你。他安慰道。我叫沈凌风，没想到以这种方式认识你。小雪，你很坚强，我相信一切都会好的。这个名字好像在哪儿听过，但是记不起了。我扯出一丝微笑，点点头，希望吧。打着点滴，躺在病床上，盯着纯白的天花板出神。我的大脑一片空白。一天之间发生了太多事，我的大脑、情绪、体力都消耗尽了。爱情没了，孩子没了，未来也不知在哪里。好像值得痛哭的事太多，无从想起。唐进进来后，默默坐在床边，很久很久。我平复了一下情绪，先开口：“他叫什么名字？”石薇。我说了给你10分钟，你为什么没有来？薇薇她被前夫家暴，得了很严重的抑郁症。当时我只要离开，她就会跳楼，我不敢走，所以你就舍得拿我们孩子的命去换她的命吗？你如愿了。唐进突然抱头痛哭：“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没想到会这么严重，我真的没有想到，我对不起你，对不起宝宝。你还爱他吗？”他沉默了一会儿，说道：“对不起，我不能眼睁睁看他有事。小雪，你放心，我不会背叛你，我们已经结婚了，给我点时间，让我处理好他的事好不好？”我心下了然，明明已经猜到，却还想要他亲口确认。从来没想到一个人能把背叛说这么冠冕堂皇。我压制住哭嗓说道：“我们离婚吧，等我出院就去办手续。”小雪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你走吧，我不想看到你。我闭上眼，往事历历在目。我和唐进是同一个大学的，大一那年，我为了锻炼自己就加入了学生会。那时他是宣传部部长，我只是他手下小小的干事。唐进很有想法，办事能力也很强，在我眼里总是闪闪发光。我很小的时候，父母就离异，各自组建了家庭，父母都不想要我。我是和奶奶一起长大的，亲情的缺失让我从小就很自卑，所以我总是很羡慕和仰望那种能力很强、很优秀的人。我心里渐渐对唐进生出了爱慕的情愫。我一直努力让自己变得更优秀，只是为了能让他看见我。我努力学习，成绩稳在年级前10。我努力在学生会干活，每次搞活动我都冲在前面，绞尽脑汁出谋划策，任劳任怨。大2那年，我成功竞选上了宣传部副部长，只是为了能和唐进有更多的接触。那个时候，我们课余时间几乎都待在一起，一起讨论活动方案，
一起组织策划各种晚会。越接触越发现他有很多优点，我也越来越喜欢他。在大三那年，我们顺利办完迎新晚会，社团组织大家开庆功会。聚完会后已经很晚，他送我回寝室。到了楼下，我借着夜色鼓起勇气表白，他拒绝了。他说自己在高中有个很好的初恋，很优秀，很漂亮，他们感情很好。但他高中毕业后就突然出国了，没有说分手，也没有任何解释，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。他一直无法释怀，一直放不下他。自从那天起，他每天都会给他发信息，自说自话地跟他分享自己的生活，但是一直没有得到过回复。说起初恋的时候，他眼里的笑意那么明显。他们的故事我不知道，但是我知道唐晋很爱他，我知道自己比不上白月光，虽然没有告白成功，但我也很感谢唐晋能坦诚告诉我。从那天之后，我就刻意疏离唐晋。暗恋的窗户纸一旦捅破是没有回头路的，我再也无法坦然面对他。不久后，我辞掉了学生会的工作，专心学习和做兼职。我和唐晋再也没有主动见过面。有一天晚上，下了晚自习，唐晋在教室外等我，他情绪很不好。我们沿着学校的林荫小道走了很久，到了宿舍楼下，他说我初恋回复我了，但是他要结婚了。说起这话，脸上浮起苦涩的微笑。这几年的执念终于画上了句号。路边的灯光有些昏暗，他面对着光站着，黄色的灯光映在脸上，显得那么落寞。不知从哪里来的勇气，我突然问他，那我做你女朋友好不好？他愣了几秒，俯身吻在我额头，把头慢慢凑到我耳边，低声说好。从那之后，我们就在一起了。我们每天形影不离，一起吃饭，一起自习，一起聊未来的打算。他先毕业，工作半年后就和朋友一起创业。刚开始干得风生水起，但是赚了些钱后，因为利益冲突问题，朋友背叛了他，还让他背上了官司，面临大额赔偿。我陪他一起找律师打官司，最终因为有些证据不充分，还是败诉了。为了支付赔偿款，不仅花光了所有积蓄，我们还找朋友借了不少钱，才勉强凑够。经过这件事，他感到挫败，在家里颓废了很长时间。幸好当时我找到工作了，我让他安心在家休息一段时间，我可以赚钱养他。每天的陪伴、鼓励、支持，终于让他慢慢振作起来。他又想创业，这次准备单干。他说，小雪，我这次一定好好努力，让你过上好日子。我人生最灰暗的时刻，是你给我带来光。相信我，我永远不会辜负你。他那么真诚，我感动哭了。谁知道最不能相信的就是男人的承诺。为了支持他，我又去找朋友借了钱，当作创业初始资金。有了先前的经验，加上唐晋本身很优秀，也很努力，事业慢慢开始有了起色。经过这几年打拼，我们还完了所有借款，也有了些存款。后来我怀孕了，他知道后开心地抱着我转圈圈，他会把耳朵贴在我肚子上，听宝宝的心跳，每天给宝宝讲故事听。我知道他也很喜欢宝宝。我因为长期工作比较辛苦，体质又很弱，不久后开始无规则出血。医生说我有滑胎的风险，让我卧床休息一段时间，吃保胎药。那个时候唐晋很担心，就让我辞职在家养胎。他对我说，小雪，现在我可以赚钱养你了，你就安心在家养胎。我想给你一辈子幸福，我们结婚吧。我要为你准备一场盛大的婚礼。我很感动，欣然同意。我们开始筹划结婚的事情，
也筹划着迎接宝宝的到来。只是没想到在婚礼上，他的初恋回来了，他放不下的执念又回来了。即使我们经历了这么多，即使我相信他爱上了我，他的心里还是一直保留着初恋的位置。他们没有告别，就没有结束，所以只要他出现，任何时点都能重新开始。住院第2天，闺蜜刚出门给我买早餐，唐静的初恋石薇就抱着鲜花推门而入，看见我虚弱地躺在床上，她的脸上隐约浮现一抹得意之色，语气却有些娇滴滴的：“小雪，阿静跟我说了你的事，我很抱歉啊，不过这也说明这个孩子不该来，你们有缘无分。”听到他这么说，我的孩子，我直接气炸，抓起旁边的枕头就向他砸去：“滚出去！你怎么还有脸来？”他把花一扔，接住枕头就给我扔回来，径直砸在我脸上。他抱着手臂，语气轻蔑：“阿静爱的是我，我回来就是要拿回他，你就算强求也没用，而且你们孩子也没了，对他的羁绊已经没有了。你做梦，凭什么你想要我就得给你？本来我已经打算跟他离婚，既然你这么咄咄逼人，我现在又不想离了，我就算抓在手里也不会轻易成全你。”他气得脸色发白：“你真是不可理喻！”闺蜜回来在门口看到石薇，一脚踹门冲进来，抓起石薇的头发就往旁边的空床上撞。石薇一时没反应过来，被狠狠撞了几下。唐静刚好进来，看到这一幕，大声呵斥：“住手！”扭打的两人一怔，石薇立马挣脱露露，跑到他身后，委屈地哭起来：“阿静，我只是想来看看小雪，她可能对我有什么误会，一看到我就让这个疯女人打我。我知道她现在很伤心，行为过激了些，我也不怪她。”没想到石薇这么会伪装。唐静有些心疼地看看石薇，又有些埋怨地看着我：“小雪，你怎么变成这样了？我知道你对我很生气，但是你不能把气撒在无辜的人头上。原来在你眼里我是这样的人，我也懒得跟你解释。你们2个男人直接锁死，赶紧滚开，不要脏了我的眼睛！”露露大骂：“唐静，你鬼迷心窍，眼瞎才会跟这种颠倒和白的绿茶混在一起！我要给小雪出一口恶气！”说完冲过去就抓起唐静的手狠狠咬下去。唐静吃痛地推开露露，石薇快步上前给了露露一耳光，两人又扭打在一起。唐静在旁边想分开两人，却不起作用。门外沈凌风提着水果冲进来，抓住露露的胳膊往外拉。唐静抓住石薇的，2个男人一人拉一个，总算把他们分开。沈凌风可能猜到了我们几个人的关系，对石薇毫不客气地说：“小雪是病人，不要打扰她休息。没见过哪个当三的敢这么光明正大、耀武扬威，只有没有廉耻之心的人才做得出这么恶心的事。现在请你们出去，你要撒泼到外面去。”石薇阴阳怪气：“你又是谁？我的事还轮不到你来评论。不管我是谁，就是看不惯你的行为，你再不出去，我就报警了。”说着就拿出手机拨电话。唐静赶紧拉着石薇走了。“小雪，等你出院了，我们再谈。快滚吧，渣男！”露露捡起地上的花束，朝2人的背影砸去。我仰头闭上眼，眼角滑出2行泪水。在医院住了3天就出院了。出院那天，我让露露开车先带我回婚房，屋内还是离开时的模样。这几天唐静就没回来过。我心碎地收拾行李，生活了这么多年，家里到处都是我的痕迹。我把婚纱照中自己的照片撕下，打包了自己所有的东西，还把给宝宝准备的衣服玩具统统装进行李箱，足足装了4个箱子。临出门，
再深深看一眼周围的一切。我的神情恍惚，6年的恋情好像是梦，没想到结局居然只剩下地上散落的生活碎片。我和露露一人推着2个箱子等电梯，电梯门打开，正好撞上唐静的目光。他一出电梯就抓住我的胳膊：“小雪，你真的要走吗？”我没想到会发展成这样，这个家真的没有值得你留恋的地方了吗？我挣开他的手，径直走进电梯。我已经没有家了，离婚协议书等我写好了再寄给你。他的脸上浮现出愤怒、懊悔、心痛的表情。他刚想开口说什么，电梯门正好关上。这道门将我俩彻底划断，搬去露露家暂时住着，准备休息一段时间再找工作。露露让我多休息一下，反正她现在开花店也能赚钱，我还可以每天看看花，放松下心情。我联系律师撰写了离婚协议书，刚去快递店把离婚协议书寄给唐静，奶奶就给我打来电话。因为奶奶年纪大了，身体也不太好，老家离这边太远了，所以婚礼我没让她过来。奶奶还不知道我这边出了这么多变故，但也不能一直瞒着她，我就把这几天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地讲了。我尽量讲的没有那么惨，奶奶听了却一个劲心疼我。我是她亲手带的大，她最希望我能幸福。奶奶说我从小没有父母疼爱，以为结婚了会有老公疼爱，没想到现在心理和身体都受到了严重的摧残。她很担心我，说要过来看我，我拒绝了，实在不想奶奶因此奔波。没想到第2天下午就接到警方的电话：“喂，你是顾小雪吗？你的奶奶出车祸了，现在已经送到了医院，你赶紧过来吧。”听到这个消息，头皮都发麻了，立马让闺蜜开车带我直奔医院。到了医院，在大厅见到交警，我赶紧问奶奶的情况。警官说，现在人还在手术室抢救，老人家是在汽车站过马路时被车撞的，他抢绿灯过马路，突然变成红灯，司机刹车不及就被撞了。还好他身上挂了你的联系方式，我们才联系上你。为了防止奶奶一个人出门走丢，我给她做了快牌，上面写着我的联系方式，跟警官简单做了笔录。我就赶紧去手术室门口等着。等了1个小时，手术室的红灯终于熄灭，医生和护士推着奶奶出来。医生把口罩摘下，竟然是沈凌峰。他安慰说道：“没有大事，手术很成功。你奶奶主要是小腿骨折和轻微脑震荡，骨折已经处理，轻微脑震荡不严重，休养半个月就可以出院了。现在麻醉还没过去，先回病房休息吧。”我感激地对沈凌峰说：“真的谢谢你，没想到又麻烦你了。”沈凌峰和护士一起护送奶奶到病房，向我交代了一些注意事项，就忙去了。看着躺在病床上的奶奶，心里埋怨自己不该跟她说的。握住奶奶粗糙的手，深深的皱纹爬满手背，就是这样一双手把我拉着大。突然鼻子发酸，心里祈祷奶奶一定要快点好起来。露露花店临时有事，我让她先回去，我自己一个人可以。一直守到晚上，奶奶才醒过来，我悬着的心终于落下。沈凌峰提着晚饭走进来，放在床头桌上，看着我道：“你身体还比较虚弱，要好好吃饭，才有力气照顾你奶奶。”他检查了奶奶的伤口，询问了奶奶的身体状况，宽慰我们放心。不知为何，有他在，我感觉很踏实。我才想起问他，没想到你居然会是这个医院的医生。他背靠窗边，面向我，我还是第一次这么仔细地看他。白皙的脸庞，浓密的眉毛，高挺的鼻梁，
好看的唇形，干净平整的衬衫领子立在白大褂的外面，浑身散发出温文尔雅的气息。我是这个医院的骨科医生，难怪第一次见面你说要来这家医院，这已经是第2次麻烦你了。他眼睛盯着我，像装了星星般发亮，微笑着说：“不用客气，都是举手之劳。奶奶在医院休养了1个周，沈凌风每天都过来看我们，询问奶奶的病情。这几天唐静一直给我打电话，我都没有接。后来他改成发信息，大意都是他不想签离婚协议，他向我道歉，表示还爱我，想好好补偿我，让我回家之类的，我都没有回复。刚又发来信息说想见我，接着又打来电话，我想让他快点把离婚协议签了寄给我，给奶奶交代了几句，我就下楼接电话去了。我语气平静：“喂，你还有什么话想说？”对面愣了几秒，似乎没想到我会接电话。“老婆，我们可以不离婚吗？我是爱你的，事情已经发展成这样，我们回不去了。看在我们曾经彼此相爱的份上，尽量好聚好散。我不想离婚也弄得这么难堪，彼此留些体面吧。老婆，我错了，再给我1次机会，我好好补偿你。我不想多说，再给你3天，必须把离婚协议书寄给我，否则就法庭上见。”挂断电话，我坐在花园的长椅上发呆。沈凌风突然在我旁边坐下，递给我一杯奶茶。我看了眼杯子上贴的标签纸，写着香芋奶茶，3分糖。我惊讶看着他：“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喝这个口味的？”他唇角微笑，随意地说起苏大学地下美食城晚风奶茶店，我在那里做过兼职，你每次来买都是点的这个味道的，难怪我觉得你有点眼熟，原来我们是校友啊。说起来，我应该叫你一声学姐，虽然我们不是一个学院的，但是我进校的那一届迎新晚会就是你们学生会承办的。我还记得那次是你在台上主持，一举一动都是那么阳光自信。自从那个时候，我就知道你了。我还听别人说你学习努力，成绩非常好，工作也认真，完全就是拼命三郎。我心里一直把你当成榜样，想像你一样优秀。我一直以为自己是默默无闻的，没想到会有人这么认可我。谢谢你，该是我谢谢你，因为我的榜样这么优秀，我想向你靠近，才会这么努力。我的脸绯红，没想到他会这么说，我有点不知所措，就说我该上去了。到了第3天，唐静还是没有把离婚协议寄给我，我准备亲自去拿。露露说陪我去，我让她帮我照顾奶奶，我自己去。今天是周日，唐静应该没有去公司，我准备直接去家里。刚好沈凌风今天不上班，就说陪我去。原本我想拒绝，露露说有人陪我去，遇到意外情况也能帮帮忙，我点头答应。刚进小区门口，就看到远处唐静和石薇并肩在散步。突然他们停住，石薇的高跟鞋跟好像卡在地漏缝里了。唐静蹲下帮她拔出来，给她穿上鞋。石薇先看到我，嘴角浮出一丝微笑，又很快消失。她伸手把唐静牵起，唐静站起，一抬头就对上我的目光。唐静脸色有些尴尬：“老婆，你怎么来了？看来我来的不是时候了。我来拿离婚协议书，你赶紧签了给我，以后我也不会来打扰你了。”我们上去说。跟着唐静上楼，门打开，石薇想跟着一起进去，我心里觉得火大，抱着我手道：“你要是进去，我就不签。”沈凌风挡在石薇前面：“这种事你不适合在场，麻烦你和我一起等在外面。”进屋后，唐静从房间把离婚协议书拿出来，我们在餐桌两侧坐下。“老婆，
我和石薇没有什么。自从和你在一起后，我就从来没有联系过他，只是他之前走得突然，我有很多事没有问清楚。我不知道结婚那天他寄哪些照片给你，让你受到了惊吓。他现在有严重的抑郁症，也不能轻易受刺激。我只是需要些时间帮他处理好和前夫的事。你为他考虑得这么周到，唯独伤害了我和宝宝。我也看清楚了，你根本就没有放下他。你不用因为责任勉强和我在一起。现在说这些已经没有用，宝宝已经没有了，我和你已经无法回到以前。现在签了协议，你就自由了。以后你想和他在一起，或者和别人在一起都可以。我们不可能了，老婆，我真的不想和你分开。还没说完，他的手机短信提示音响起，他点开看了一眼，脸上有些无奈。他在催你了吧？就这么迫不及待，你还是赶紧签了吧。你们俩这样真让我恶心。你别这样说，我听着真的很心痛。财产分配没有意见吧？这套婚房归你，另一套归我。我不想待在你住过的房子里，现金存款和基金理财都归我。公司股份我们一人一半。他还在犹豫，几条短信接连响起，他抬起笔，缓缓签下自己的名字。回去的路上，沈凌风开着车，我看着窗外的景色，内心出奇的平静。又过了1个周，我带着奶奶出院了，回到了唐进分给我的房子里。为了方便照顾奶奶，我暂时先不去找工作。我每天推着奶奶出去散步，和她聊很多我小时候的事。沈凌风每周都会过来给奶奶做检查，奶奶特别喜欢和他聊天，还时不时就在我耳边说：“凌风这孩子心眼好，孝顺，对你也积极，我很喜欢。”我总是笑笑随意应付过去。其实我心里觉得自己经过这些事，很难再步入一段爱情，日子过得还算平淡悠闲。某天露露来看我，还给我带来了段八卦。小雪，前段时间有个老客户来我店里买花，他就在唐进他们楼下的公司上班。他知道我和唐进认识，就跟我说了件事。听说唐进在停车库被人给打了，好像是说他勾有妇之夫。那女人的老公不是个好惹的人，不仅打了唐进，把他办公室给砸了，还在办公楼到处贴唐进和那女人勾肩搭背的照片。对了，我客户把照片也发我了。说着，露露打开手机相册，照片上石薇坐在唐进腿上，手挽着他的脖子，动作很亲昵。我看着内心毫无波澜，好像已经不关我的事。唐进被打后报警了，也没有抓到人。听说那女人的老公带着她跑到国外去了。这件事之后，唐进也很久没有去公司了。小雪，这就是恶人自有恶人惩。我点点头。又过了段时间，唐进过来找我，他发信息说在楼下等我。下楼见到了他，明显变得沧桑了，头发坍塌在头顶，密密的胡须爬满两鬓。以前的他很注重自己的形象，脸部总是干干净净。看到他这个样子，我唏嘘却一点都不心痛。小雪，我真的错了。我知道了石薇高中离开的原因，因为他被一个富商看上了。那个人供他在国外念书，给他很多钱。那个时候的我还是个穷小子，可能在我身上看不见很好的未来。他想更快享受到富贵的生活，才离开我。这一切都是他的前夫。哦不，他还没有离婚，是他现在的老公跟我说的。我告诉你，是因为我已经彻底释怀了。我真的很对不起你，真的很后悔。我知道你不会原谅我，我给你带来的伤害也是无法弥补的。我是个渣男，配不上你。现在说这些没有用了，你自己好好保重吧，以后别来找我了。
我起身直接离开。为了让奶奶恢复得更快一点，咨询了沈凌峰后，我准备带着她去医院做复健。沈凌峰说他从家去医院正好和我们顺路，所以每天都开车接我们一起去医院。就这样被顺风车接送1个月后，我说在网上买了个小礼物送给他，问了他的地址后，才发现根本就不顺路。每天他从家里开车过来接我们，足足会多花1个小时。我知道后，死活不让他再来接，谁知他还是每天老时间在楼下等着我们。渐渐的，我好像知道了他的心意。几个月过去，奶奶的腿终于好了，她说想回老家了。我准备开车送她回去，开车需要1天的车程。我给露露说了，她答应和我一起轮换着开车，也顺道陪我去玩一趟。出行当天，露露临时说有事不去了，拜托沈凌峰送我。我知道她心里打的主意，也不好拆穿。奶奶看到这个安排，倒是高兴得合不拢嘴。我想和沈凌峰换着开车，他死活不肯。结果全程都是沈凌峰在开车，1天的车程，我们走走停停，足足花了2天。在第2天的下午，总算到家了。吃完饭已经傍晚，还没收拾碗筷，奶奶就催我俩出去逛逛。村里的自然风光让人心旷神怡。凌峰让我带他去我的小学看看。沿着村里的小路走着，两边是金灿灿的油菜花，我们像置身在秘密花园。微风轻轻拂起我的发丝，空气中弥漫着泥土清新的味道。我们一边走着一边聊着，从小时候聊到大学，聊到他在大学第1次看见我就被我吸引，聊到我每次去买奶茶他都给我加了很多芋圆，才发现原来很久以前就有人在默默喜欢我。后来第1次相遇是在追尾的时候，他从车外看到是我，又听到闺蜜跟他讲了大概情况，他很佩服我的坚强，又很心痛我的遭遇。他感谢老天让他再次遇到我。听着他的表白，我的脑袋嗡地炸开，脸已经烧得滚烫，一直红到耳后根。我们一前一后慢慢走着，我不敢回头。在换到田坎小路时，我脚一滑，险些掉到田里。沈凌峰一把抓住我的手，用力往回一收，我深深撞入他的怀里。我能听到他沉稳有力的心跳声，我的心跳也跟着乱了。我紧张的想要推开，却被他抱得更紧更近。他的身上的檀香味很好闻，他炽热的目光紧紧盯着我，温暖的嗓音响起：“小雪，我可以做你男朋友吗？我想一辈子爱护你。”我的心跳得不能自已，仰头问他：“我结过婚，流过产，我已经不是你最开始喜欢的那个人，你还喜欢这样的我吗？”说起这些，我的眼角不自觉滑出2行泪水。他低头浅浅吻干我的眼泪。我很喜欢，很喜欢，我喜欢以前的你，现在的你，未来的你，只要是你，因为你就是我的白月光。我笑着说：“我愿意。”他把我搂得更紧，这辈子的幸福由我来负责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真情人间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